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98.54，收盘价是193.8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8.60，最低价是在192.30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价与最低价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279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2倍量缩。KD 值双线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基本不变，双线也是继续下行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依然是在多头趋势的回档中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小红 K 线，那它的位置呢是处在股价发生反弹后的回档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没有出现新高，但是呢出现了新低，也就是最低点低于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。那日后如果是开低，那股价是很容易继续回档的。那如果出现回档呢，目标一定是3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86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是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在201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会出现强势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06.5。那另一个方向呢，是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89附近。那实际在3月6日收盘价是在193.81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，也就是说停止了反弹。那这样一个 K 线也就预示着连续2个交易日的反弹即将结束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3月7日股价下行的目标是187，依然是这条水平线。那在到达187之前，192将会成为支撑，也就是这2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。那如果一旦187被跌破，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深度的回档，目标将是162。那么我们等股价跌破187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讨论162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3月7日股价如果上行，那它的目标将是3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00.5附近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这将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我们把另外一个红颜色线移开，这是前一个交易日的观察线。好，那我们说为什么要把它设为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？因为目前股价的趋势已经是头低，然后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底
第一，已经建立了空头趋势。那么在3月2日开始，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反弹之后，然后股价又收在低处，那么这个新的一个高点，3月3日这个新高，其实我们指的新高是指的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，那新的高点呢，或者这个说法是不对，这个所谓新高的定义就是股价又出现了转折向下。比如说在2月28日，这个也是一个高点，理由是日后的股价呢出现了反转向下，而没有继续向上。对，所以呢，对于3月3日这个高点啊，它将是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站上这个位置呢，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，否则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，对，也就是反弹结束。所以我们现在把第一个目标设定在200.50，当然我们会看到，实际上当日新生成的各条均线值啊，都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和这第一个目标之间，这个区间是非常强的压力。所以说这第一个目标呢，一旦如果能够站上，那么我们说股价一定会出现继续的反弹，因为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。好，那么如果200.5被站上，那接下来的目标依然是211这条水平线。我们变一下颜色。211这条水平线啊，说我们如果能够站上211啊，那么股价将会重新回到头高的多头趋势。对，所以211将是股价重新回到多头趋势的一个标志，它将是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。那如果211再被站上了，上方的目标就是217。我们说217如果被站上呢，股价将会出现新的一波的上涨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几个目标。那对于3月7日在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点，就是192。我们把这个观察线移到192。192就是前2个交易日的最低点的附近。那也就是说，在盘中我们要关注，如果股价在192下方运行，那它很容易去测试187。如果股价在盘中会在192上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说股价也很有可能去测试上方的这个200.5这个目标。对，所以日内我们观察19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目前有一个强反弹的建仓的单位是在3月2日的收盘，在这个地方是有建仓强反弹的，那应该是在3月3日195附近就应该出场，或者说是收盘价之后就应该出场。因为我们说，一旦是头低底低的空头趋势建立啊，强反弹一定是要在隔日出场的。对，如果是多头我们建立的强反弹的单子是为了加仓做多，而在空头趋势下，如果强反弹的话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要出场的。但是呢，对，那我们说已经出场的，目前已经是获利了。好，那如果没有出场呢？因为在当日收盘会看到，这个收盘价是收在了高处，超过前高，那么它有可能会认为日后会，或者不是，或者这样的一个迹象说明日后还有可能继续反弹。
有可能会继续持有仓位。那么在3月6日的这期预期的这个视频当中，我们给出3月6日给的止损位是192，对，是由186提升到192的。那到了3月6日盘中或者收盘价，我们会看到没有跌破192，所以呢，这部分强反弹的单子呢，还可以继续持有。到了3月7日，我们说我们给出的止损点依然是192。好，这是对这个强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操作。对这个强反弹，我们说当时应该是5%建仓，是这样的一个数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，如果目前是有持仓是盈利状态下，对，也就是在之前就建仓，然后呢，在2月16日并没有，因为当日 K 线是跌破了5日均线，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是应该做停利出场的。如果一直没有停利出场，一直守的是停损位，那到目前依然是持有仓位的。到了3月7日，我们给出的停损位不变，依然是192或者是187，也就是股价的收盘价一旦跌破了这两个位置，可以叫做或者叫应该是立即停损出场，对，也就是保住一些利润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在3月6日，我们会看到在开盘之后，出现这样的小红 K 线，一定是它是一个叫做止涨的信号，也就是说，这样的 K 线出现说明就是股价结束反弹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3月6日开盘之后，应该就是有空单进场的，就是在这个均线值的位置。然后对，到了3月7日，我们说在193附近，只要开盘之后，在这个位置一直到上方的200.5，也就是股价如果开盘之后继续向上推，那么从193一直到上方的200.5都是空头的加仓位或者叫建仓位。那他们的目标一定是187或者是162，对。那么它的回补位，也就是无论是在这个地方建仓，还是之前已经有空头的建仓，那所有这些空头的仓位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11，对。所以后续股价如果继续反弹，只要没有越过211那应该是一直有空单会要进入的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如果股价继续向上反弹，上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尤其是200.5附近，对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对于3月7日的压力位和支撑位，那我们依次来说。在3月7日开盘之后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95到198附近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99到200之间。然后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01附近，所以我们把这几条均线值合并，那第一个压力区间是从195，在这个位置一直到201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压力。
第二个压力是207，是3月1日 K 线的最高。第三个压力就是211。好，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低附近是192，然后是187。那第三个支撑呢，依然是182，是2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依然是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。那如果出现下跌，当日将是低开盘，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。对，那么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96。下方最低会到达18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0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下跌，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9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在反弹的这个预测中呢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，但是呢，2个点位，并且呢，2个反弹的走势也不同。我们先说第一个反弹，第一个反弹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4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04.5，在这个位置。收盘会收在196附近。那么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2的。那另外一个点位呢，是比较高，就是说会出现一个强势反弹。如果出现强势反弹呢，它有可能会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。那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192，上方最高依然会到达204.5，但是收盘会收在203附近。那么这2个反弹啊，第一个反弹的走势会在这个地方生成一个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根K 线。那第二个强势反弹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在高处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收一根实体的长绿 K 线。这是2个反弹走势的不同。那这2个反弹的条件都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赞助会员朋友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